皇后在大婚之日居然尿湿了凤袍，一旁的汉惠帝刘盈却面露讥笑。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母后为了巩固吕氏一族的地位，竟然逼着自己娶亲外甥女为妻。当晚二人步入洞房，可看着11岁的小张嫣，刘盈却实在是无法下手。于是等把外甥女哄睡后，他便悄悄起身，然后快步来到大殿。原来宫女香蕊早已洗白白在这等待多时，急不可耐的刘盈立马提枪上阵。不料两人闹出的动静实在太大，直接把熟睡中的张嫣吵醒。于是他起身来到大殿中央，找到正在冲锋的刘盈，接着张嫣拍了拍被子喊舅舅：“舅父，舅父！”哎呦，你不好好睡觉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见此，刘盈十分无奈，只好决定先带张嫣回去睡觉。就这样，时间一晃就过去好几年，张嫣也长成了大姑娘。可刘盈始终没对外甥女下手，但每晚都会把自己的油条豆浆都赐予侍女香蕊。而这天，吕雉却突然赶到，他看到床上憔悴的刘盈，心里十分难过。吕雉没想到儿子已经被香蕊榨干了身体，于是便劝诫这位汉惠帝要减少纵欲，为了江山社稷，还是要把身体养好，最起码也要给大汉留下血脉。然而吕雉的好意却令刘盈嗤之以鼻，他知道母后已然将他当成了繁殖机器。我就是不想留下血脉，我就是不想用我的血脉再造个人来世上受罪，也不要什么狗屁江山社稷。眼看儿子这么说，吕雉这下是真慌了，因为只有刘盈生下皇子，他们吕氏一族的权力才能永远握在手中。但就在吕雉正不知如何是好时，一旁的宫女香蕊突然一阵干呕。有过产子经验的吕雉立刻就明白了其中缘由，在听到香蕊肯定的回答以后，这位大汉太后瞬间喜笑颜开。谁说我大汉没有血脉延续？大汉后继有人了。接着吕雉上前让香蕊起身，并告诉香蕊，从今以后你就安心备孕，只要你生下的是皇子，那他出生就是大汉的皇太子。一听这话，天真的香蕊顿时就做起了皇后的美梦。可她殊不知自己也只是一个生育工具。原来吕雉打算借鸡生蛋，只要香蕊一生下孩子，就过继到皇后名下。为此吕雉还准备了周密计划，她命张嫣待在宫中，不得见任何外人，直到孩子将要出生时，才将这位皇后拉到群臣面前亮相。通过在肚子里塞了枕头，成功瞒天过海骗过了所有大臣。时间转瞬即逝，香蕊顺利的替刘盈产下龙子。得知自己当奶奶的吕雉激动万分，随即也开始她早已预谋好的计划。首先，他命人将皇后张嫣软禁，为了让张嫣不要乱说话，吕雉还给了奶妈一只黑猫。而张嫣自小害怕黑猫，在奶妈3番5次的恐吓下，张嫣逐渐出现了精神失常。自此以后，张嫣变成了人尽皆知的疯子皇后。随后，吕雉又秘密处死了香蕊，偷梁换柱的事也就不会有人知道。而本想借生子一飞冲天的香蕊，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落得个死于非命的下场。恭喜陛下，皇后娘娘为陛下生了一个男孩，生了一位太子。听到这话，刘盈震惊不已，因为他从未与张嫣有过夫妻之事，又何来生子一说？于是刘盈断定这孩子一定是香蕊所生。可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孩子却变成了张嫣的。香蕊呢？朕要见香蕊，朕要见香蕊！陛下！吕雉的迷之操作，让自己的外孙女张嫣变成了疯子，而汉惠帝刘盈因受不了香蕊之死的打击，一到天黑，他就会偷偷溜到香蕊淹死的那片湖附近。香蕊，小心楼梯！你是不是在湖里面？朕来了！朕来救你了，香蕊！而本就是病入膏肓的刘盈，如今再加上精神失常，身体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。在弥留之间，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心爱的香蕊来接自己。于是刘盈用尽全部力气，艰难地爬起身。香蕊，陛下，有你在朕的身边，朕就永远都不会累。就这样，在香蕊的召唤下，汉惠帝刘盈离开了人世，年仅23岁。然而在儿子的葬礼上，满朝文武皆在嚎啕痛哭，可吕雉却流不出一滴眼泪。而这一幕恰巧被陈平、陆贾等老臣所察觉，于是丧礼过后连忙聚集起来。太皇太后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这人都死了，他怎么连一滴眼泪都没掉？是何缘故？太皇太后是心有不安，一旦心安，自然会放声大哭了。陆贾不愧是位权谋家，这位中大夫早已看透了吕雉的心结所在，无非是担心汉惠帝死后手里的大权旁落，更加忧虑群臣们会联起手来对付吕家，所以吕雉会想尽办法来对付他们这群老臣。眼下大伙想要自保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交出权力让吕家的人接手，如此便可让吕雉彻底安心。那不就断送了高祖大夏的江山了吗？这不是把大汉改成吕姓了吗？周勃自沛县起便跟随刘邦出生入死，自然不甘心让大汉江山落到吕雉手里。
但陆贾提醒这位老臣，吕雉作为大汉原始股东之一，狠辣的手段早已人尽皆知，就凭他们这几个人根本无法将他扳倒。而眼下交出权力，不过是整个计划的第一步。等那位高太后越发得势，他的狼子野心迟早会暴露在天下人面前，到那时所有刘姓封王必会联起手来，才能真正维护大汉江山的正统。这便是所谓的捧杀之策。你们两个老儒生啊，这弯肠子可真不少啊！可那多让人憋气呀！周勃虽然很窝火，但也不得不暂时退让。于是，在第二天的朝会上，陈平第一个站出来谏言，他表示陛下驾崩，少帝又正直幼年，而且当初跟随高祖打天下的功勋更是相继离去。陈平希望太皇太后挑选一批贤臣良将来替自己分担国事。臣启奏，是否可着吕产、吕禄为大将军，统领南北禁军呢？然而陈平话音刚落，就遭到了灌婴等老臣的强烈反对。他们表示南北二军历来由太尉掌管，他觉得此事应该询问周勃的意见。什么说法？没什么说法，太皇太后定下就是了。有了周勃和陈平的首肯，满朝大臣自然无一人反对，而这让吕雉不安的心终于放下，丧子的悲痛瞬间席卷而来，眼泪也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。见此一幕，陈平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地，因为自己一帮老臣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。可就在下朝时，这位太皇太后却又将他们二人单独留了下来。二位重臣，将你们留下，就是想商量一件大事。哀家还是想变更一条高祖的律令，即非刘氏不可为王。哀家想追封先父，吕公为宣王，吕泽为道武王。听到吕雉的话，耿直的周勃直接就提出了反对。他表示，当初他们曾与高祖歃血为盟，非刘姓者称王，天下共击之。而如今太皇太后要立吕姓者为王，他是绝对不敢苟同。结果这话直接激怒了吕雉，这位太皇太后随即出言警告周勃，让他不要忘记现在是谁说了算。眼看吕雉就要发飙，人精的陈平立马出来打圆场。依老臣看来，高皇帝当年取天下后，封刘氏宗室子弟为王，是为了强固江山。如今太皇太后称制，追封吕氏宗室为王，也是为了强固江山嘛。那就这么办吧。陈平的机智成功救下了周勃，可下朝以后，周勃便责怪陈平太过软弱，因为他知道吕雉此举只是开胃菜，接下来吕雉肯定会得寸进尺，将他那些还活着的侄子都通通封王封侯。然而陈平却倒是希望吕雉赶快这么做，因为他们想要日后扳倒吕雉，就必须让吕家的狼子野心全部暴露出来，这样天下各地的刘姓封王才有理由结成联盟，起兵讨伐吕家。随后陈平叮嘱周勃一定要顾全大局，万不可一时冲动暴露出敌意。要想保住刘氏宗庙社稷，恐怕还得你我二人联手才行啊。而一切正如陈平和周勃的预料，吕雉没过多久便再次召集群臣，宣布将至亲的吕氏族人进行封王，就连他寸功未立的妹妹吕须也都封为灵光侯，封吕台为吕王，吕产为梁王，吕禄为赵王，吕通为燕王，吕须为灵光侯。至此，吕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称帝而手握皇权的女皇。随后，吕雉为了加强对各地藩王的控制，便把大批的亲信宫女派往各个封国当眼线，其中就有一个名叫窦漪房的乐女，而她正是未来执掌三朝的窦太后。原本她是想着回赵国伺候赵王的，可谁想到分配官居然将她的名字与代国的杜女弄混了，直接将窦漪房派往了代国。要知道，代国不仅比赵国贫穷，还地处边疆，经常受到匈奴的袭扰，所以窦漪房满心不悦，一路上更是牢骚不断。明明跟少府邓大人讲好，让我回赵国邯郸，谁想到他竟把我的名字和代国的杜女弄混了，把杜女编入赵国宫殿，却把我编入这偏远的代国。这都是命啊，认了吧。谁让你姓这么个姓啊？道、杜，难分清楚啊。但殊不知，正因为这位少府的粗心，却在不经意间改写了他的一生。经过半月连续的奔波，窦漪房终于到达了代国中都。而在太监总管的安排下，窦女很快就有了机会给刘恒弹奏乐曲。然而自小热爱音律的刘恒，面对这动人的琴声，却表现着一脸愁容，提不起兴趣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刚替刘恒生下王子的代王妃不幸身染重疾，现在已然是命悬一线，所以刘恒此时的心思全都是王妃母子的安危，压根无心听取赏乐，而且屋内还时不时传出儿子的啼哭声。于是刘恒便起身来到寝宫看望。
但这却让窦漪房误以为遭到嫌弃，心中顿时生出一阵落寞，思乡之情也更加浓烈。于是次日清晨，窦漪房独自来到湖边，将亲手捏好的面粉鱼一条条抛入水中，好似将思乡之情寄托在他们身上，游回赵国。而这一幕也正好被出来散心的刘恒看到。这不是窦女吗？大王恕罪，窦女不该清晨往湖里扔鱼儿。快起来！在一番细聊下来，刘恒发现眼前这名宫女也是个性情中人，不是那种心思复杂只会阿谀奉承的女子，心中顿时就有了几分好感。于是他当即就为昨晚的不辞而别深表歉意，还将实情告诉了这个女子。得知情况的窦漪房也没了刚才的愁容，反而对刘恒的为人感到钦佩，甚至还萌生了一丝的爱慕。毕竟在他的印象中，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心系妻儿的君主。大王宽厚仁和，对王后情深意重，相信上天一定会保佑王后和王子好起来的。虽然窦漪房的偏见慢慢消散，但对于刘恒只是停留在好感的层面。真正让窦漪房彻底爱上对方是接下来的一件事。由于代王妃母子病情持续恶化，且具有极高的传染性，太医特意嘱咐不能让代王靠近。按理说，只要是个正常人听到传染二字，基本都会退避三舍，更何况还是个君王。可刘恒非但不顾自身安危，反倒还亲自上前喂药。大王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要是不走，我就不吃药了。夫人，你安静的躺着，你不把药吃了，本王是不会走的。要知道，王妃原先也是个低微的宫女，可刘恒非但没有嫌弃她的出身，成亲之后始终恩爱有加。这一幕让一旁的众人无不感动。性情中人的窦漪房更是被刘恒的人格魅力彻底征服。随着王妃和王子的相继离世，悲痛欲绝的刘恒感觉天都塌了。这位代王一处理完正事，便会守在妻儿的灵位前，无论母亲如何苦苦劝说，他也不肯挪动半步。得知这一切的窦漪房同样心如刀绞，于是整夜在寝宫外弹奏悲伤的琴声，好似与刘恒一同悼念故人。如此日复一日的坚持，终于让刘恒慢慢走出了丧妻之痛，两人也因此走到了一起。